为什么红军的战斗力如此强悍？1927年的红军饷银没有，军装凑合，枪靠缴获，粮靠自己种。按照以往中国3000年的军队制度，这样穷的队伍不到3个月就要散伙。但他不仅没散伙，而且越打越强悍，5次围剿围不死，25000里也拖不垮。这绝对是人类军事上的奇迹。而且红军有一个奇怪的现象，让蒋介石百思不得其解：人还是那个人，枪还是那条枪。国民党的俘虏兵放下枪，换身衣服编进红军队伍，几天后判若两人。昨天在那边一触即溃，今天在这边敢打敢冲锋，而且纪律严明。之所以会出现这种现象，是因为红军有3大秘密武器，而红军的第一把武器跟黄埔军校有着一定关系。中国几千年来几乎都是兵为将有，谁招的兵谁发个饷，这兵就是谁的人。其中袁世凯玩得非常溜，当年他在天津小站练兵，发饷那天必定亲自到场，银子不经手别人，他一份一份亲手递到士兵手里。有人劝他，您堂堂大帅何必干这种账房先生的活？而袁世凯要的就是这个效果，让每一个兵接过银子的那一刻，脑子里刻下一句话：这碗饭是袁某人赏的。在士兵眼中，头顶上那个大清朝太远了，看不见摸不着，也没给过一个铜板。这么练出来的兵，中的是袁世凯，不是大清。所以后来武昌一声枪响，这支全国最能打的新军转头就把枪头指向大清，因为大清从来没真正拥有过他们。这就是兵为将有极大的问题。想通了这一层，底下的事就都顺理成章了。既然打仗是为了那份饷，为了那个发饷的人，那么饷断了就容易出问题。对面如果出价更高，扭头就能投过去，忠诚这东西变得明码标价。1922年6月，广东就上演了最生动的一刻。孙中山一手栽培视为心腹的部下陈炯明，他的部队架起大炮，炮弹越过屋顶，直奔总统府。孙中山连夜逃上一艘军舰，在江面上漂了50多天。在军舰的甲板上，孙中山想明白了一件事：如今军队的问题很严重，他需要一支为革命而生、打不散也买不走的军队。可这样的军队太少见了，历史上偶尔有人做到，例如戚家军能打，岳家军不扰民。可是他们靠的是主帅的威望和一套老规矩，可主帅一死，军队的魂也就散了。孙中山要的是一支不靠某一个人也散不掉的军队。1923年秋天，他派出一个考察团动身去了莫斯科，而带队的小伙子叫做蒋介石。说起来，这趟差事蒋公子一开始并不乐意，他更想留在广州，在孙中山身边多刷点存在感。去苏联这种苦寒之地考察，岂是我蒋大公子该做的事？但领导发了话，只能硬着头皮去。据说他一路上心情不佳，日记里没少发牢骚。蒋公子有个习惯，每天大事小事都要往日记里写，往后会专门做一系列蒋公子不堪回首的一生。在这里不过度赘述，蒋公子牢骚归牢骚，正事还得办。孙中山交代的清清楚楚，苏联红军能在一穷二白的底子上打赢，肯定有独门秘诀，去给我学回来。于是考察团一头扎进苏联红军，看营房，看军校，看操练。看着看着就发现这支军队跟中国的兵处处不一样，而所有的不一样最后都绕到一个中国军队里压根没有的岗位上，叫做政治委员。这人不管打仗，团长才管打仗，他专管另一摊，管这个团的兵脑子里想什么。最让考察团睁大眼睛的是这位政委手里的权。考察记录里白纸黑字留了一条：每个团党派1名政治委员常驻，命令经其署名方能生效。意思就是团长下的命令，政委不签字就作废。蒋介石本人对这套嗤之以鼻，他这人最看重的就是抓兵权，谁想在他和他的军队之间插一脚，他心里都会默默来一句。日后他大权在握，头一件干的事就是把这制度给废了。而彼时的孙中山对此如获至宝，眼前这个政委制度正好就是他想要的。于是第2年，广州珠江口一座叫黄埔的小岛上，新军校开张。这条从莫斯科抄来的规矩一字未改，端端正正写进了校规。众所周知，蒋介石成为了黄埔军校校长，但刚开始的蒋介石在黄埔的权力其实并不大，他头顶还有孙中山以及在黄埔军校里的党代表廖仲恺。这个党代表是黄埔的校规里写着一条，几乎是照着苏联那个政委制度描下来的。原话是这么说的：一切命令均由党代表附属，经党代表附属者完全有效，反之亦无效。假设蒋校长要发一道命令，他大笔一挥，签上蒋中正3个字，搁在别的军队，这事就成了，底下照办。可在黄埔不行，这道命令还得送到廖仲恺那儿，请他也签一个。这套规矩不光卡在校长头上，是从上到下一层一层往下卡。黄埔练出来的部队叫教导团，团、营、连每一级都配一个党代表，每一级的命令都得党代表签字。等于说，党的这支笔从最高的校长办公室一直伸到了最底层那个几十号人的连队里。带兵的军官们对此自然有意见，打仗讲的是令行禁止，你这一层一层的签字，贻误了战机算谁的？对这个质疑，廖仲恺回过一句话，把整套设计的用意一句点透：图示军队，必之为兵所制，不能治兵也，必不可不有一种能制服军队之力量，即党事也。意思是光算着一支军队是靠不住的，早晚有一天你以为你在指挥他，其实是他在绑架你，所以必须得有一样东西能反过来镇住这支军队，这样东西就是党，而党就代表着整个组织的信念与意志。但制度这种东西管不管用，不能用嘴说，要看效果。
黄埔第一期学制6个月，搁在别的国家培养一个能带兵的初级军官，正经得练3年。黄埔没那个功夫，广东城外的军阀正等着要命，只能速成。这么速成出来的兵能打吗？在当时的军阀眼里，课堂上讲讲大道理，操场上走走正步，也就那样的。真到真枪一上，还不吓尿。1925年2月第一仗打陈炯明老巢的门户淡水城，担任主攻的正是这帮学生兵，结果半个小时就破城了。可真正的硬仗在1个月后。1925年3月13日，广东棉湖黄埔教导一团1000多人，一头撞上了军阀林虎的主力1万多人。这1000个课桌还没坐热的学生，就在棉湖跟10倍于己的老牌军阀从早上8点死磕到天黑，打到后来一个营一个营地填进去，营打光了，一个连一个连的填，连打光了，一个排一个班的往上顶，有个385人的营，打到最后只剩111个人还站着。敌人一度冲到离指挥部只剩200-300米，蒋介石在里头亲耳听见了对面山呼海啸般的一句：“活捉蒋介石！”就这么个绝境，这帮学生兵一步没退，从早耗到晚，援军赶到，10倍之敌崩了。多年以后，蒋介石回顾自己戎马一生，大大小小几十场战役，把这一仗排在了第1位。这可以说是巅峰时刻的蒋介石，只是风头最盛的时候，也往往是裂缝悄悄开始生长的时候。黄埔这套制度精巧管用，打了大胜仗。可他有个死穴，他把军队拴在党上，靠的是几个真心信这套的人在中间撑着。这几个人若在，绳子就绷得住；这几个人若不在了呢？1925年3月12日，孙中山病逝，那个坐在整个架构最顶端，用总理身份镇着全局的人走了。他甚至没能等到几天后棉湖大捷的捷报，那是他亲手拉起来的军队打的第一场硬仗，他没看到。1925年8月20日，广州国民党中央党部门口，党代表廖仲恺走下汽车，还没跨进大门，就倒在了台阶上。那个签名比校长还大，被孙中山亲口托付去镇住枪的人也走了。半年之内，撑着这套制度的2个最重的人，一个病故，一个横死。1926年5月，国民党通过了一个整理党务案，核心一条：共产党员不能再在国民党里担任高级职务。于是，军队里那些共产党员出身的党代表一批一批交出印信，离开了部队。从校长到连队，层层设下的那道签名，被人从最基层一层一层往上抽。1927年4月，上海，那杆曾经被2个签名死死拴住的枪，终于挣脱了绳子，调转了方向。曾经在棉湖并肩死磕，在一个指挥部里躲过炮火的2家人，以最决绝的方式分道扬镳。一套先进的制度被人从内部拆散，然后随风消失，这在历史上再常见不过。黄埔那套最低只设到团这一级，一个团上1000人才有一个党的支部。党的手伸到团长那儿就到头了，再往下那几百个大头兵，党其实是够不着的。1928年11月，井冈山，教员给中央写了一份报告，这份报告可以说是把红军的3把制胜武器讲清楚了。第一个武器就是支部建在连上，他说红军所以艰难奋战而不溃散，支部建在连上是一个重要原因。2年前，我们在国民党军中的组织完全没有抓住士兵，即在叶挺部也还是每团只有1个支部，故经不起严重的考验。同样一套东西，蒋介石嫌他碍事，给直接去掉，而教员直接把它升级了。下面是第2把武器，教员说道：红军的物质生活如此菲薄，战斗如此频繁，仍能维持不弊，除党的作用外，就是靠实行军队内的民主主义。官长不打士兵，官兵待遇平等，士兵有开会说话的自由，废除繁琐的礼节。换句话说，红军里的每一位士兵都能得到尊重。写到这儿，教员顺手解开了一个谜，就是我们开篇讲的那个让蒋介石百思不解的怪现象。他写同样一个兵，昨天在敌军不勇敢，今天在红军很勇敢，就是民主主义的影响。红军像一个火炉，俘虏兵过来马上就融化了。接下来是红军的第3把制胜武器，也是最重要的。教员说，红军士兵大部分是由雇佣军队来的，但一到红军即变了性质。首先是红军废除了雇佣制，使士兵感觉不是为他人打仗，而是为自己、为人民打仗。这3把武器一结合，就锻造出中国最强铁军。他们能用小米加步枪从井冈山杀出一条血路，反围剿4战4捷，被撵进雪山草地，缺粮断炊，天上飞机炸，地上追兵堵，2万5千里爬雪山，过草地，飞夺泸定桥，强渡大渡河，换上八路军的番号，钻进敌后的青纱帐。平津关上伏击日军王牌板垣师团，首战大捷，砸碎了日军不可战胜的神话。百屯大战2000多次战斗，打了整整8年。辽沈淮海平津3大战役55天，消灭国民党军150万。他们穿着单衣，啃着冻土豆，把16国联军从鸭绿江边一路打回3八线。